现在，但是我们成绩非常大，他不能赚了很多钱。关键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方案，一种方式，除了货币贸易以外，还有非货币贸易，就以物易物，易货贸易，还有这种贸易形式，就我们发明了这种贸易形式。现在国内已经据说很普遍了，在国内贸易很普遍了。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事儿，我们公司现在正在做这个事儿。我们希望，如果说现在什么问题呢？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，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帮助俄罗斯人和这些贸易关系人，谁帮助谁制裁谁。我们国家也避免这个麻烦，也避免特别大型国有企业，避免和俄罗斯有经济往来。现在天天经常抗议，昨天还在抗议嘛，谁是哪个参与就制裁，所以制裁我们国家公司啊，大型企业一律不敢给俄罗斯做业务了。很多萝卜我们已经到俄罗斯去了，回不来，那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又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正在组建一个，我们专门的做易货。我们公司要成立很大个部门做易货，把萝卜交给我们。我去俄罗斯买东西，我因为俄罗斯很熟了，买我们国家最紧缺的商品、物品，不一定是商品啊，就是工业物资呢。那很多东西可以买的，它反正有的是那个矿产品呐、林产品呐、农产品呐、水产品那些多的是。好，我们就用卢布购买，等于我们就是还是易货，再买他的东西，再运回来解救我们国家不管国有企业、大国有企业、小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大批的卢布。今天上午还在联系个事，大批的卢布滞留在那个俄罗斯，要不是一大笔国家财产啊。我们因为这套我们熟，我们正在组建这个部门，专门收集那些，帮助那些企业，例如萝卜，我帮助你去买东西运回来，我们国家紧缺的嘛，就可以变成人民币。于是刚才我们说了，南德公司从这个飞机贸易上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，就国家之间的把边境的易货贸易发展为国家之间的易货贸易，边贸变成大贸。大贸解决的问题，如果说以前一切畅通，用信用证畅通可以用美元，那没问题。在特殊时刻，在这个事儿又可能发生作用，又可以发挥作用了。我们公司正在今天天我在干这个事儿，还是组织各种力量，帮助那些把运到莫斯科、运到俄罗斯以卖成卢布的公司的钱，如何变成物品运回来，运到我们国家来，我们国家不能受损失啊！我们正在干这个事儿。所以关于飞机这个事儿，今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还可以问我，也可能我遗漏很多，因为年代太长久了。这的确是一个全世界、全中国是一个，当时就我刚才讲了那个《时代周刊》把评为当年的那个全世界10大新闻之一，这难得一个民营企业折腾出这样一个事儿来了。当时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？那以后成功以后，国外有100多家报刊，300多家报刊，我记不清楚，反正天天采访我，要逼我，要诋毁小平同志。因为当时以后就是我们回到飞机是91年那个90年底91年，非得问我逼我要我说，要不能逼我，外国怎么能逼呢？他话里话外引导我，你是吃了小灶了，你是四川人，小平也四川人，肯定是邓小平为了南巡讲话，说南巡讲话发挥多大的威力，突然一下中国就好起来了，肯定作为我们叫摆拍，现在有个词叫摆拍，像演戏一样来制造的一个事件出来，肯定背后帮助了你。我不能这么解释，就说不清楚。我估计有100多家报刊找过我问这个问题，非得要，不是非得要，就是绕过去，你怎么做得成这个事儿？一个民营企业怎么能做成这个事情的？他们完全不能理解。到今天的确很难，我自己都认为很难。刚才讲了，
打人呐、判刑呐、死人呐、偷东西呀、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全武行都上演了。但是，作为中国民营企业，在特殊情况下的民营企业，的确非常大的韧性。这个事儿，我估计一般国有企业做不下来，他们就照章办事，不行算了，不行我什么都忍下来，亏损亏什么忍了，我们亏行吧，人家不能做。你说我们这样避不行，我用内容避行不行？用各种方式，终于完成了这个事儿。到今天还有很大的指导意义。今天也许还可以解决目前我们对俄罗斯的出口问题。我换东西，我用卢布买东西比如买木材，中国反正需要木材，他有的是木材，买多少山的木材，伐木运回来。我要缺乏的木材，用卢布买木材运回来，它不是照样变成人民币了吗？就参加我们国内流通了吗？既然国内流通了，所以我们正在干这个事儿。总之，飞机业务对我们公司是一个很大一个亮相，在全世界的亮相。从一个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民营企业，搞成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公司，就反正建立一个很好的形象，按照法律和礼仪，就是一个公司的修养，一个人的修养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飞机业务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很应该是个经典案例。对于我们公司来讲，那是一个更超于经典不是案例，它是一个蜕变，从小公司到大公司的蜕变，我们就完成了这一点。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儿，把飞机业务也讲了，今后还可以继续讲。有什么事儿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那个有个网络可以提问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因为这个事儿的确很重要，有很多启示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比如说这个随便网上流传的，我在火车上碰见个什么河南人讲换飞机就可以换飞机去了，如果那样简单的话，那是就不经典了，不惊人了，很大的偶然性，不偶然，它有必然。